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昨天，也就是3月13号发生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一个爆炸事故的现场。这场爆炸事故发生在早晨的7点54分，地点呢是一个炸鸡排店。现场当时有许多市民用手机，也包括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了整个爆炸的过程大家可以看，爆炸现场真的是惨不忍睹火光冲天呢。然后现场有很多人狼狈地逃了出来，然后汽车上有人路过的也赶紧从汽车上跳了下来，逃离现场那么这场事故刚刚发生的时候我还没太在意，因为觉得这几年就是这种国内的爆炸事故太多了，一个煤气罐的爆炸也不会有多大严重的后果吧。但是几个小时之后这个视频传到网上，我一看，确实也是大吃一惊。你看，从那个航拍的角度看这简直不像是一个煤气罐爆炸的结果就像是一场战争刚刚发生之后被扔了一颗航空炸弹所导致的一个废墟。那么，为什么一个燃气爆炸会产生这么大的冲击效果呢？我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就是这个煤气爆炸或者说燃气爆炸，它是个爆燃的过程。就是说，它一开始它这个煤气罐可能就漏了，漏了之后呢，燃气就从那煤气罐里泄漏了出来。泄漏了出来之后呢，它由于没有明火，它实际上是在空气中不同的弥漫。弥漫了之后的过程中，这个煤气跟空气中间的氧气实际上是充分混合的。也就是说，在整个泄漏的这个区域相当大的一个空气范围内都是这个燃气跟空气在充分的混合。这个时候有一点点明火发生它就会突然发生爆燃。所谓爆燃，它就不是简单的一个燃烧，它是一种爆炸性质。那它现场就是一个爆炸的现场，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一栋楼整个都被轰塌了。不光是这个楼被轰塌了，大家可以看那楼对面也是一栋商业街也是一栋楼那栋楼里头所有的玻璃也全部被轰碎了那1楼的门基本上全部被轰塌了。那个爆炸的效应其实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其实这个为什么会导致这个泄漏的原因这里头也有一个背景，就国内的餐饮行业多数他们用的那个煤气罐都跟我们家用的煤气罐不一样，那是非常非常大，那看起来就像一个航空炸弹一样那么这些煤气罐如果是管理不善，它要是泄漏的话，就会造成爆燃。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几年国内的新闻，类似的这种爆燃事故我们这1年之中都看到好多起了，不仅仅是北京那都是因为这种所谓的煤气罐在管理使用过程中间，比如说线圈老化比如说那个餐饮行业的这些人晚上做完饭之后没有拧紧导致的。所以就是这些悲剧的发生使得你可以看到了吗？我们可以见识到国内的这个政府部门对这种消防安全方面的管理还是存在着重大的这种疏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燕郊这个地方离北京是咫尺之遥燕郊虽然说处于河北省，其实这个地方的居民大多数都是在北京打工的，但是收入又不是特别高，在北京买不起房的人在这居住。它其实离北京的距离非常之近，就是这个爆炸地点离北京的行政中心只有9公里。那你想想，距离北京只有9公里的河北省的燕郊镇，它的管理水平，它的这种消防安全隐患就这么大，一场煤气罐的爆炸导致7人死亡，27人受伤。你想想，这就是中国今天这个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层面的那个真实水平的写照吧。但是这个新闻呢，我今天并不太想在灾难层面上展开太多因为这个新闻在网上之所以形成热议，也不在于它是因为一场煤气爆燃事故所导致的死伤事件。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类似的新闻这几年网上发生的实在是太多了嘛。这个新闻之所以在内网引起非常大的关注，是因为事故发生之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迅速赶到了现场进行报道。结果在报道的过程中呢，有2批记者都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阻挠。
这个交通拥堵情况会发生，那是因为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当地是在第一路呢，就是中央电视台的2套的记者啊，他们在直播连线，当地的就工作人员过来就把他阻拦，挡在镜头前面，结果这个直播过程就被中断了。和公安的力量呢，也正在介入。太危险了啊！太危险了！不能了！看吧，掉座位，他们掉座位，好的，海玲，也请你注意安全。另外一个呢是中央电视台啊新闻中心的记者啊，据我了解，这个新闻中心的记者其实是北京站的记者，他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结果呢他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他被那个10几个当地的保安呐还是警察呀，就完完全全从现场给推离出去了。这个地方不影响越大。他是我们的，看啊，我们三个记者被10几个人围着跑啊，10几个人推搡啊，看着啊，来看一下，这是河北看一下这什么？这什么？现在廊坊的干河。这2个视频从昨天开始在网上就开始发酵，很多人就非常愤怒。你想啊，央视记者代表什么？央视记者代表中央啊。你小小的燕郊，燕郊是什么？三河市，大家不要听它是一个市啊，它是个县级市啊。县级市下面的这个燕郊镇啊，燕郊镇它是科级单位啊。一个科级单位的这么一个地方发生了火灾，央视的记者到那去做报道，结果呢，就直接给野蛮的打断直播，直接从现场给请出去，这一下子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本来这几年嘛，媒体做这种所谓的灾难性报道啊，就有各种各样的阻碍和障碍啊。但你燕郊这样的一个行政区划，都可以对央视记者直接采用这种推推搡搡的方式，那不就是完全目无中央的吗？所以大家都在网上就批评燕郊这个地方啊，确实是做得太过分。这个新闻就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发酵。昨天晚上，中国记协就出来说话了。中国记协就在他自己的公众号发了一篇文章，要3问燕郊。哪3问呢？他就说，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啊，在这种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在这种灾难性过程中间，需不需要媒体到现场？第一个问题，他们说需要，因为媒体到现场去做这种报道的话，才会避免谣言的传播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媒体到现场去做报道是添乱吗？他说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媒体是用自己专业的摄像机把整个救灾的过程中呈现出来了，那这个呢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第3个方面，他说了，他说遇到这种所谓的突发事件，媒体那个当地政府发的那个通稿够不够？他说不够，因为普通老百姓了解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一方面会去看当地政府的通稿，另外一方面是看互联网的消息啊。那么互联网的消息如果不准确的话，大家可能会信后者。如果这个时候媒体如果通过自己的权威的报道，那么其实可以在你地方政府的通稿之外啊，形成一个非常权威的渠道，避免这种谣言的传播嘛。这个中国记协主要是提了这3个问题，目标就直指这个河北省三河市的燕郊镇。大家很多人都给记协叫好，这里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下，中国记协是个什么单位啊？中国记协我打过交道，前些年啊，它其实是中宣部下属的一个记者自己内部的管理机构啊。当然它是一个官办协会了，平时也没什么事情啊。它最主要的功能是评选中国新闻奖，同时呢就是记者发证过程中间他们搞那个考试，实际上没有太大的作用啊。但是这个记协里头有很多副理事长来自于媒体的一些这些领导，所以他们实际上还有一点点想要为记者权利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更何况这一次燕郊事故啊，为什么我觉得会引起很大的反弹？就是你小小的燕郊都可以对央视记者采用这种方式嘛，所以中国记协就看不下去了，就直接发出这个3问。那中国记协毕竟是一个副部级单位啊，所以中国记协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对燕郊也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在3月14号这一天，燕郊就专门出台了一个道歉声明。道歉声明怎么说的呢？就说哎呀，其实这个央视记者到现场之后啊，我们互动非常良好，也给他们报道提供了很多帮助啊。结果呢，后来突然发现现场有可能发生2次爆炸，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把它给弄出去了。当然，在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手法比较粗暴啊，我们呢确实工作做得不细，给央视记者道歉，给社会道歉。毕竟是燕郊嘛，科级这样的一个区域啊，所以态度还是比较谦卑的啊。但是这个道歉声明出来，很多网民呢并没有认账啊，有的人就在现场说了，他说：“你看那个女记者啊，当时在报道的时候说那现场危险，但是后面呢，后面站了一帮像领导一样的人，戴着白口罩，没事人一样，他们怎么不撤离呢？”可见所谓说是现场非常危险啊，都是骗人的，就是想把记者请走。这一切都说明了他们其实想限制记者报道的这样的一种险恶动机啊，并不是真正为了这个所谓记者的安全。我把这2段啊记者被阻拦的视频拿过来仔细看了一下，我又把那个央视记者当时在现场那天做了3个半小时的直播也都拿来仔细看了一下。我来说说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首先第一点，2套那个记者当时现场直播被打断啊，大家仔细看啊，确实现场发生了状况，确实他们可能不是为了阻拦央视记者到那个地方报道。这里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央视记者在直播过程中跟演播室进行连线，他不是冲过去就到那种直播连线的，他一般要提前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在那个现场了，要支机器、连信号、要测试。所以他们其实你看着直播啊，其实那个女记者就叫这个杨海玲的，她已经在那个地方至少站了20分钟了。如果那个当时的那些人不让她做直播的话，她是没有办法到那个区域的。紧接着大家可以看一下，她刚开始直播的时候，那前面后面人就说：“哎，那掉玻璃了，掉玻璃了，掉玻璃危险。”这个现场呢，我们能够看到来自这个，所以这个时候有人拦在他的镜头面前让他离开。我认为杨海玲的那个直播啊，当地还真就没有说不让他报道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不让他报道的话，他就不可能站在那个位置，而且确实现场出了状况。而那个就是那个另外一个那个记者叫许梦哲，这许梦哲当时被推出去的这个镜头啊，那确确实实被推出了，但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啊，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判断。但是呢，我把央视新闻的就叫正直播的那一个新媒体的直播那个过程调出来，这个女记者啊，在3月13号这一天的早晨，在现场一共做了3个半小时的直播。这3个半小时的直播啊，我看了一下，确实当地没有怎么管他。因为这种突发事故的现场我也去过啊，基本上它分为3个区。第一个区被称之为热区，所谓热区啊，就是那个废墟里面，那消防人员正在抢救的那个现场，基本上就只有消防人员可以进，其他人不让进，救人的啊。第2个区域呢，就被称之为温区，所以温区就是那个楼外面到那个最外面的十字路口外面这个区域，这个区域里头呢，有医生、有工作人员、有抢险的那些辅助人员。第3个区域被称之为凉区，凉区就是绝对安全的区域啊。其实那天那个许梦哲这位记者啊，基本上是在温区活动，没有怎么受到太多的影响。他最近的地方，我看他离那个现场也就几十米，他就不停的在做直播啊。我是总台北京总台的记者许梦哲。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今天上午8点钟刚刚发生的爆炸的那个核心现场，也就是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一个位置。大家看，现在呢，就在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就是今天发生爆炸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地方啊，所有的主体的建筑基本上全部被毁了，还剩一点支架。我们要不在那边再过去看一下吧，来。哎，这都是刚才清理出来的，这个餐馆的一些用具，这应该是小蒸笼。你好，有什么发现吗？刚才狗不，然后那个谁，让我们队长，我们领导，哪位可以那啥？我现在过去会影响他吗？我不敢走太近。然后包括现场他发现的一些细节呀，也包括他到那对面的楼那个现场去看啊，完完全全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应该说，作为央视的记者，还是有一些特权的啊。当然，现场就没有其他媒体的记者嘛。你比如地方台、河北台的记者，你就想都不要想了。那只有央视的记者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个现场啊。但是我在现场看到的时候，这个许梦哲啊，对当地的救援活动也算比较配合。比如说，他多次在讲到，
说，哎，我们这现场我们得听人救援人员的啊，不能我们自己瞎走啊，因为这现场危险的。行，我马上出去。哎，对，现在刚才消防员提示我们呢，是这个区域呢所有的大型机械要入场。如果我们在那个位置的呢，有可能会造成危险，所以说让我们出来。来，我们先退出去。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中间有一段当地的消防人员啊，就要用那种生命探测仪来探测废墟里面还有没有活的人，他要用那个仪器。结果这个时候现场所有的工程机械都停了，就是要用那个生命探测仪去找现场的幸存者。这个时候，这许梦哲也说，他说我们也都赶紧把这个声音都拿下来，安静下来，让人现场的人不要被打扰。我们今天到的时候，主要是以灭火、保持它的稳定为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医务人员已经在现场等候了。就在直播之前，消防人员告诉我们，他们现在正在做的是要到楼体的内部去做生命的探测。现在是在确认楼体内部是否还有被困者。那么刚才有一个细节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声音是非常嘈杂的，因为又恢复了这种现场的作业呀。我们去把这个十字路口去清理，包括一些大型的设备去喷洒，包括我们去做一些供水，声音非常大。但是在此前，现场是几乎是全安静的，我们所有人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为什么？因为消防员刚才正在做生命探测的工作，我们要尽量的给声呐去留静音的空间。就总体看啊，现场这个记者跟救援人员的配合还是不错的，而且他那个整个现场报道的基调，我一看我也非常熟悉啊，就是央视的报道基本上是这么两个路数。遇到这种突发事件，第一，以报道抢险为主，啊，救援什么时候来的？怎么在现场救援呢？我又来录一录医生啊，又来录一录消防啊。总而言之，以正面报道救援为主。其次，在正面报道救援的同时呢，展示一下灾情现状，这是央视在处理这一类突发事件的时候总体报道的方式方法。基本上那天的报道也是如此啊，所以呢也没有违反整个宣传报道的总基调。所以在我的看来啊，就是这两个记者虽然当天受到了一些所谓的阻拦，但是当地确实没怎么刁难他们的报道，因为他有3个半小时的直播吧。如果真要是刁难他们的话，他怎么可能进行3个半小时的直播呢？但是为什么网民会在这个里头非常愤怒呢？说白了，我觉得有这么一些原因。首先是央视这一次可能在燕郊那个地方没有受太大的刁难，但是这几年在类似其他的新闻现场或者说突发新闻的现场被刁难的那多了去了，对吧？就大家实实在在的能够感受到记者现在报道的权利，媒体报道的权利受到了高度的限制，那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只不过这一次是燕郊嘛，燕郊他可能没有能力刁难，对吧？但是你比如说那东航那个事故的时候，你媒体进得去现场吗？你进不去嘛。你中央电视台我看当时也没搞直播吧。你比如说那个天津当时那码头危险品仓库爆炸的时候，你进得去吗？进不去嘛。还有天津那前年那场大火的时候，那李鸿忠都是在那地方做天津市委书记，一下子烧死了100多人，你媒体能够做报道吗？你报道不了嘛，包括中央电视台也进不去嘛。所以像这些部门，像这些区域，由于它的行政级别高，其实中央电视台这些年也是毫无办法的。就包括这一次，你可以看一下，中央电视台自己都没有转发这些那个所谓的那个记者被阻拦的这个镜头嘛。确实媒体的权利受到了这样的一个限制啊，这是一个现实。所以媒体人有不满，包括记协也不满。第二个因素就是燕郊好收拾，行政级别低嘛，你只有个正科级嘛，你连正科级这样的一个部门都要对中央电视台这个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敬，那于是大家就把燕郊给拿出来之后，当做一个替罪羊，当做一个假想敌收拾他。你真的李鸿忠当时在天津做市委书记的时候，你中国记协你敢写这样一篇文章吗？
三问天津市，三问李鸿忠，敢吗？肯定是不敢。但是燕郊呢，由于没有背景嘛，就是一个谁都可以拿来捏一把的软柿子，所以他就成了现在维护记者权利过程中间的一个假想敌。这是我看这次燕郊爆炸事故过程中间，媒体跟当地互动过程中最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假想敌，中国记协也不敢出来说，因为中国记协呀，也不敢对这些政府的那个真正有权势的部门呢硬刚啊。他只能在这种非常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对手面前的时候，才支持一下记者的报道的力量。包括胡锡进，他也知道啊，胡锡进又出来了，说啊，他说你看，这都是完全符合现在的宣传这样的一个口径的和需要的，他们还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取阻拦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都是因为燕郊这样的一个对手，他本身是个软柿子，我觉得这个非常之重要。但即便如此啊，我认为啊，其实这件事情也有价值，就在于通过这么一件事情呢，凸显了现在媒体现在在中国社会运行过程中间的困境。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媒体的职业已经死亡了，真的死亡了。你想一想，燕郊这件事情，其实中央电视台做的那个直播，你能说是新闻报道吗？如果从纯粹新闻的角度来讲，它还差得远。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了，你只做的是救援嘛，救援过程中捎带一点这个所谓的灾情了。那死的这7个人呢？他们伤势如何？他们背后家庭如何？他们因为什么原因在这家打工？他们那一天是在什么位置？包括那些伤者，有这样的信息有吗？这才是真正的调查呀。包括为什么会爆燃？那么这个在店里头使用的是管道煤气还是这种煤气罐？那么为什么这个煤气罐过程中间会发生爆燃？这种所谓的真正的调查性的报道，在央视的这个直播过程中间也是看不到的。最新的消息我都知道了，新华社记者也被赶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到医院，想要到医院的 ICU 去接触一下那伤者和家属，结果呢就被当地的这种保安给赶出去了。新华社又怎么样？央视又怎么样？对吧？你要真正想做调查，那是不允许的。你要想做一下所谓的这种灾情或者说救援，还是可以的，或者有限的是可以的。所以照我说的，中国作为媒体这个职业早就死亡了。所以这个现状啊，中国记协这样的中宣部的下属部门都难以忍受了，就是连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知情权，普通的老百姓都难以获得，作为一个媒体都难以捍卫。胡锡进那个洗地稿出来之后啊，有人曾经说胡锡进你说的不对，这里头不是说宣传报道的思路。你要知道，宣传报道的思路是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说你需要你就需要，那你媒体的报道就可以在现场；说你不需要你就不需要，所以你就可以必须离开。真正应该维护记者的权利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法律。所以有人说，如果中国有一部新闻法，又当如何呢？其实在我看来啊，这个说法也不对。为什么呢？你以为中国有一部新闻法，中国记者的权利就能得到维护吗？中国有多少部法律啊？那义务教育法、教师法，什么这个是什么反贪污浪费法，不都有吗？那解决问题了吗？全国人大还是最高人民这个权力机构呢？你以为它真的就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吗？你幼稚，对不对？中国不是缺少法律啊，是缺少把法律贯彻实施的制度环境啊。其实媒体要想成为这个社会中间真正的第四权，它有一个前置条件。什么前置条件呢？就是在这个社会中间没有绝对的权利，这个权利本身是被限制的。它如果这个权利本身被限制的情况下，媒体才有可能成为监督权力的第四种权利。假如说这个社会中间有一种权利根本不受约束，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约束它的时候，媒体怎么可能成为所谓的第四种权利呢？根本没可能。这才是今天中国的真正的社会现实。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它这种权利是不受任何权利约束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有一部新闻法，它也没有办法保证中国媒体的权利。
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可能会让你到现场里拍一拍灾情，拍一拍救援；当他不需要的时候，你就赶紧给我从这里离开。至于现场有没有所谓的推搡，有没有所谓的冲突，其实这都是假象，都是误会，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问题的核心就是我所讲的。但是可悲的是，其实这个现实，无论现在的国内的媒体人也好，普通的这个公众也好，也包括中国记协也好，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社会现实。所以啊，这一幕一幕记者在新闻现场里头被推搡、被阻拦、被刁难、被禁止这样的场景啊，大家可能还会继续看到。如果有一天连这个也看不到的话，那这个职业就算是彻底死亡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三个记者被10几个人围着跑啊，10几个人推搡啊，看着啊，来看一下，这是河北看一下电上，这什么？这是。你好，有什么发现吗？刚才狗不，然后那个让我们队长如果我们在那个位置的呢，有可能会造成危险，所以说让我们出来。记者许梦哲。那么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今天上午8点钟刚刚发生的爆炸的那个核心现场，也就是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的一个位置。